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在犯下杀人重罪后竟然通过整容变了7张脸？她跟警方周旋长达15年，还屡屡从警察的眼皮底下逃脱。而今天要讲的正是这个充满曲折离奇的真实故事。1982年8月19日，在爱媛县松山市31岁的陪酒女郎安冈厚子被残忍地勒死，丢弃在山林中。这起恶性案件一下子就震惊了整座城市，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安冈厚子的前同事34岁的陪酒女郎福田和子逐渐浮出水面，成了重大嫌疑人，并很快被全国通缉。说起福田和子，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1948年，福田出生在爱媛县松山市一个混乱的家庭，父亲有了外遇，在他1岁时父母就离了婚，然后他被母亲的祖父母收养。上小学2年级时，母亲再婚把他接走了。可在陌生的环境里，福田不仅没有被新家庭接纳，还处处遭到排斥。上中学时，母亲为了维持生计，租了间房子经营酒馆，但母亲竟然将酒馆1楼弄成了卖淫场所，家里变得混乱不堪。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福田的人生轨迹慢慢就偏离了正常轨道。中学3年级暑假，福田遭受了重大打击，她的男友因摩托车事故去世了。从那以后，她开始自暴自弃，频繁跟异性来往，最终在高3被学校退学。退学后的福田感情生活也是乱得一塌糊涂。她先是跟一位处于观察期的男性同居，还做起了陪酒女郎。可她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这份工作变得安稳富裕，恰恰相反，她总是缺勤，生活陷入了艰难的处境。走投无路之下，她跟男友一块潜入高松国税局的校舍，偷走了现金和相机。仅仅逃了5个月，最终因典当相机被警方给抓住了。福田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在监狱关押期间，她遭受了非人的待遇。当时松山黑帮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很多黑帮成员被关进了监狱。这些心狠手辣的家伙竟然收买狱警，对女性服刑人员进行性侵，这就是著名的松山监狱事件，而福田就是其中之一。她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几个月后，因为松山监狱的乱象，典狱长把部分年轻女犯转移到高松市监狱，结果福田转移后又被狱警性侵。1966年4月底，松山监狱事件被当地媒体报道，法务委员会刚开始调查，副典狱长田中久之就被爆出自杀。7月14日，松山监狱另一名副典狱长枯田正和也被发现在家中上吊死了。与此同时，监狱的档案室里囚犯的投诉记录被不明身份的人给烧了，所以当时的调查就中断了。1972年，刚满24岁的福田出狱了，他决定开始新的生活，独自来到了松山市。因为从小受母亲工作的影响，福田开始在酒廊陪酒挣钱。几年后，他和一名叫池上的熟客谈起了恋爱。池上和福田相识时在当地一家金属加工厂工作。那时的日本各地都在搞大规模基础建设，金属加工工厂的生意特别好，他也慢慢得到厂长赏识，成为了一名管理员。因为怕池上知道自己的前科，福田没有和池上进行婚姻登记，而是用母亲的姓跟他建立了事实婚姻关系。几年之后，福田给池上生了3男1女，一共4个孩子。到了80年代，金属加工行业逐渐从零散中小企业变成大规模工厂，池上的工厂也越来越不景气，为了补贴家用，福田只能重操旧业，又去酒馆当起了陪酒女郎。在此期间，福田结识了一位好友叫安冈厚子。厚子是店里的头牌，她性格开朗，很是讨人喜欢，很多顾客都喜欢找她，因此她的收入颇丰。与厚子相比，福田显得有些苍老，因此找她的顾客并不多。迫于生活压力，她跳槽到另一家酒馆，期间她继续和好友厚子保持着联系。然而发生在1982年夏天的一件事，让福田就此踏上了逃亡生涯。1982年8月19日，福田来到厚子家，跟他说自己之前借了高利贷，现在对方催着还款，想跟他借点钱应急。厚子听后表示自己最近打算开家店，到时候也得用钱，就婉拒了福田的请求。福田看着厚子家里的高级家具和珠宝首饰，心里想着厚子明明有钱却不肯借给自己，干脆把他杀了，将他的钱都占为己有。福田拿起身旁的一根丝带，趁厚子不注意，从身后把他勒死了。接着他给池上打了个电话，让他来厚子家一趟。他谎称自己和厚子发生了争执，厚子拿出菜刀要杀他，出于自卫，他用烟灰缸打晕了厚子，然后掐死了他。池上一开始劝福田去自首，可由于之前的经历，福田特别害怕监狱生活，在他的苦苦哀求下，池上最终妥协了。
他们开车把尸体运到18公里外的树林里扔掉了。时间来到2天后，因为后子连续2天都没去工作，酒馆老板就派人去他的公寓查看情况，可敲了半天门也没人应答，于是就报了警。8月24日，登山的人发现了一具女尸，经过现场勘查，跟近期的失踪人口一比对，初步确定这就是几天前失踪的安冈厚子。在接下来的侦查中，发现厚子经常和福田来往，而且两人在金钱方面有一些牵扯。通过对厚子公寓的调查，警方发现厚子的存折和印章都不见了。同时，厚子的同事也证实他有很多名牌服装，可他家的衣柜却空空荡荡。于是警方偷偷调查了福田身边的情况，有好几个邻居作证，看到福田在1周多以前往家里带了好多女性衣物。警方初步认定福田有重大作案嫌疑，于是签署了对福田家的搜查令。8月27日，警方来到福田家，发现家里只有池上和4个孩子。在福田家里，警方找到了大量名牌女性套装，其中有部分跟厚子照片上的衣服是相符的。池上当场就被警方带走问话，审讯的时候，他老实地交代了自己知道的情况，而法医尸检结果表明，厚子死前根本没有发生过争斗，死因也不是被手掐死的，而是被丝巾、丝袜这类的纤维物从身后套住脖子窒息死的。根据池上的口供，警方发现福田在8月21日就已经逃跑了。警方认为池上在案发后没有逃跑，而且也没有销毁赃物，推断他本人行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决定以尸体遗弃罪对池上提出上诉。但因为他积极配合并且愿意协助警方逮捕福田，因此他可以暂时先回家。8月21日是福田出逃的第1天，他先从松山市坐船去了广岛，当天又坐新干线到了大阪。22日一早，他在大阪的一家银行从厚子的账户里取出了59万日元，加上出逃时带的100多万，这时候他身上大概有200万日元。8月29日，福田往家里打了电话，这时候警方已经监听了福田家的电话，池上的一举一动也被警方监视着。电话里，福田问了孩子的情况，池上按照警方的指示问他现在在哪里，可福田避而不谈。他好像猜到电话被监听了，只是安慰他说一切都会过去的。池上跟福田说千万别干傻事，别自杀，回来自首吧。福田只回答他没事儿，我不会想不开的，有时间我会再打来的，随后就挂断了电话。警方根据号码发现这是东京新宿的公用电话，由此推断福田已经逃到了东京。和大多数罪犯不同，福田在逃跑的路线上往往选择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也许是因为从小在城镇长大，他深知越是人口稀少的地方，当地村民对外来者就越敏感。8月30日，福田在东京新桥的一家整容医院割了双眼皮，第二天他去了横滨的一家整容医院垫高了鼻梁，恢复1周后又坐上了新干线去了大阪。在大阪的一家整容医院，他增厚了嘴唇，还把下垂的嘴角改得微微上翘。在这3家医院，他用的都是化名。福田之所以在3家医院做手术，就是因为不能让任何一家医院知道他最终的样子。2个月后，警方的调查陷入了僵局，他们向媒体公开了福田的个人信息。福田的案子瞬间在全国有了很高的知名度。福田化名小野四华代去了金泽市，金泽位于日本海一侧，是日本有名的旅游胜地，所以在当地说外地口音不会有人觉得奇怪。福田来到一家小酒馆打工，期间他结识了一位糕点铺老板，名叫村山次郎。几年前他妻子去世了，留下了3个孩子。福田谎称自己总是被前夫殴打，于是偷偷向法院申请离婚，为了躲避前夫只能到处跑，积蓄也差不多花光了。听到福田的遭遇，村山很是同情。几个月后，村山主动提出以事实婚姻为基础，让福田跟他同居，而这一切正合福田的心意。福田搬到糕点铺当起了老板娘，她总在店门口热情招待顾客，久而久之，她家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产品也远销到大城市。时间来到1986年，这是福田逃亡的第4年，他特别想念孩子，就写信给长子，让他到自己身边。长子按照约定来了，并且没有通知警方。福田跟村山说这是自己老家的外甥，希望能留在店里干活。店里正好缺个送货的，于是福田的长子就负责起了店里的长途送货业务。这种奇怪的生活持续了2年多，期间村山多次提出结婚，都被福田敷衍过去了。1986年年初，福田的儿子在送货时发生了轻微的交通事故，他
他出示驾照时，村山偶然看到上面的住址正是通缉犯福田和子的地址。村山当时隐约察觉出问题，但他不愿接受这个现实。过了1个月，村山家里举办法事，亲戚都赶来参加。由于福田和村山没有正式结婚，所以福田没有出席。宴席上，电视新闻正好在播放福田杀害后子的案件。这时醉醺醺的村山突然跟堂姐说，这个案子就发生在店里那个小伙子的家乡。这个消息瞬间引起了堂姐的怀疑，于是她要求弟弟第2天把小野四华代带来。第2天傍晚，福田来了，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堂姐盯着。因为他的容貌改变了不少，堂姐没能一眼认出他就是福田和子。由于他口音跟本地人完全不同，堂姐就问他出生地。警惕的福田随口说了个地方，虽说场面应付过去了，可直觉告诉他这件事不简单。第2天一早，他说要去参加葬礼，骑着自行车就出门了。果然，跟福田交谈过后，堂姐第2天就去了派出所。警察赶到糕点铺时，只有村山一个人在那儿。警察找到了福田的长子，反复盘问后，确认他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在福田离开1个月后，村山给了他一笔遣散金，让他回去自谋生路。此时的福田继续着逃亡生涯，他带着3年攒下的积蓄，化名仓本香，来到名古屋，在一家酒店做清洁工。大概2个月后，他换到另一家酒店，这家酒店要求拍证件照并采集指纹。警惕的福田只干了1天就离开了名古屋。他觉得在一个地方不能待超过3个月，于是他从北海道一路逃到山口县。期间他又整了3次容，并使用不同的假名，做过陪酒女、清洁工、服务员等许多职业。警方也曾得到他的一些消息，但每次找过去都扑空了。时间一晃到了1996年，这时福田已经逃亡14年了，距离追诉时效仅剩1年。一旦过了追诉期，就不能再起诉福田的罪行。警方压力特别大，决定在国内首次悬赏100万日元，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与此同时，给福田第1次整容的那家医院的院长觉得是自己最初给他做的整容手术才致使他长期逍遥法外。他通过媒体表示愿意拿出400万日元给提供福田最终下落的知情者，加上之前的悬赏，总悬赏金额达到了500万日元。福田的事件再次引起高度关注，电视上播出了多个特别节目，福田之前的电话录音也被公开。这一年，福田生活在日本的福井市，用中村幸子的假名入住了当地的酒店。虽说他之前从未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3个月，可这次他在福井市待了半年多。然而正是这个小小的疏忽，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一天，福田来到一家常去的小吃店，店里的电视正在播放通缉福田的内容。老板留意到电视里的声音跟自己一位常客很像，而这时福田正好在店里。老板发现眼前的人不管是年龄还是声音都跟电视上的特别吻合，于是他在晚上偷偷报了警。警方要求老板别惊动福田，并希望他能拿到福田用过的餐具。这时距离案件的诉讼时效仅剩下1个月，但不知什么原因，接下来的几天福田都没有再来。终于在几天后的7月29日，福田再次来到了小吃店。此时距离诉讼时效仅剩21天，他似乎有些放松警惕，一边喝酒一边唱歌，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们看电视里这个人长得好像我。而这时店老板已经悄悄把福田喝酒的杯子收集好了，他来到后厨并打电话告知了警方。警方在店周围部署了警力。傍晚，福田从店里走出来，此时他已经无路可逃。警察上前询问，你就是福田和子吧？福田从容地回答，不是，我叫中村幸子。而警方怎会让他轻易地走掉？最终他被当场逮捕。在警察局里，一开始福田说有人约他见面，想让警察先放他回去。可当被告知在店里采集的指纹跟他相匹配时，他没法狡辩，只好承认了自己的身份。至此，在距离追诉时效仅剩21天时，这个逃亡了15年的杀人凶手福田和子终于被抓了。1997年10月27日，松山地方法院首次开庭，当天有超过2000人要求前来旁听。1999年5月，松山地方法院判定福田和子故意杀人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福田认为量刑过重，提出上诉。2003年11月，东京最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5年2月27日，福田和子在监狱内工作时突然晕倒，经过检查，晕倒原因是突发脑梗塞并发蛛网膜下腔出血。11天后，他因病情过重去世了。那年福田和子57岁。福田死后，举报他的店主遭到了骚扰，有人打电话说他是为了钱出卖顾客，
不堪其扰的店主最后把赏金都捐赠了出去。以上就是本期案件的全部内容，感谢点赞、评论和关注，我们下期见。